哎呀，什么叫后生可畏？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，跟这帮人打交道，那浑身都得长满心眼儿。你还真是谦虚，韩律师，你不就浑身长满心眼儿了吗？老了，这老胳膊老腿啊，动不了了，这跑跑颠颠的事儿是干不了了，交给你们好不好？我就负责盯着他们，别让他们背地里把咱们全卖了。行，咱就这么定了啊。你反正只管盯着最重要的一条啊，咱就肯定是有救了。哎，还有韩律啊，那个就关于请这会计师事务所这事儿呢，我又想了一下啊，咱们跟明海这么大集团，他们那么有背景，跟他打官司，咱得谨慎的，对吧？我呢就了解了一下，你说那是方中对不对？方中，哎，他有不良记录啊，这不能用他。有不良记录怕什么呀？不行，只要他们出具的报告法院采信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哦，那不行，案子这么大，这不能有一点马虎，换一下好吧？那不行，那请大所得出大价钱，我不像你，我没那么多钱。我一想你就这么说，你放心吧，这笔审计费呢我出了，这边我承担。那咱们的分成还是37，好吧，不变。去，哎呀，你都这样了，我也不能掉链子。不行，咱们把这分成改了，啊，你8我2，28，好不好？哦呦，这哪是我认识的韩律师啊，这么讲究啊？只是觉得我有点二是吧？不，讲究，太讲究了这。哎呀，其实我特别羡慕你，看你年纪轻轻的就实现了财富自由。嗨，哪儿啊？我这还得去抵押一套房子呢，还财富自由啊？我不富有，真的，韩律师，我就是年轻吧，有点虎，敢赌。年轻就是资本，你像我就不敢赌，我。哎，对，叔，刚才我做了全程录音，将来不怕他们撕毁合同。哟，这孩子行啊，他可是咱们所里最不想当律师的，这才跟了你几天啊，就已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啊。韩律师过奖了，小条也不错，韩律师啊。陈先生，那个卧室我们想量一下、拍一下。可以，请便。啊，行，进去之后麻烦你了啊，没事。好嘞。跟老王约的晚上，你来的还真够早的啊！我没开车，你不是开车吗？我坐地铁来的，要不2辆车多浪费。哎呀，哥，真的，我嫂子找你啊，真的太幸福了，又守妇道，又会持家，是不是？哎，好。哎，完事儿了吗？他们？啊，嗨，这又测量又拍照的，在那忙半天了。你说我家平时也不来人，这突然哎烦。这不都自找的吗？我就跟你说过，罗英子那套法拍房也不住，你把那个做抵押多好，你不，你非得抵押你这套，这怎么想的你？我吧，还真是去了2趟。我站在屋里边，我就想，要不你就下个决心就给他咔嚓了。反正，哎呀，最后没舍得。你说我是不是这辈子砸在手里边了？你肯定砸人家手里了。我有一事儿想问你啊，说，你说你要有一天搬进那套房子里边，哪儿都是刘明用过的、待过的，你说你，哎，你膈不膈应？你膈不膈应啊？嫌你会问这问题啊？我问你，哎，你难不难受？你什么感觉？我膈应，我也膈应啊！我男人，我很正常啊！我就跟他做什么，我心里边都不开心。是啊。哎呀，所以说这罗英子是不是给我下什么降头了？我觉得也像，但是吧，我就觉得现在有时候想到他，就惦记他，心里边挺幸福。挺好，真的，起码你不像以前那么没心没肺了，真挺好。弟弟，我成长了啊，成长。好，我也觉得我挺好。啊，还有那个周大民的案子代理费，我转了一半到你账户上，自己查一下。干嘛一半啊？不是说好37吗？你给我55，我收还是不收啊？哥，你能不加吗？啊，这钱就白捡的，赶快查着收了吧啊！行吧，我就收去。中。辩护人对该组证据有异议。同时，我提醒法庭注意的是，被告人是一名先天聋哑人，1年级辍学，严重缺乏法律常识，沟通能力也极其有限，不排除存在
被告人沟通失误而导致本意无法正确传达出来的可能性。综上，我们认为本案无法达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。审判长，我方请求询问证人。同意。证人崔建国，案发当晚你行至仁爱巷中段，突然从后面跑来3个男孩。这3人在闹市区实施盗窃，被巡逻的警察追捕，跑在最前面的男孩把你撞倒了。这个时候恰巧被告人赵良在你身后行走，他看到你摔倒，想把你扶起来，你却抓住他不放，并指认他为撞倒你的嫌犯，对吗？不对，就是他撞的我。如果他是嫌犯，他为什么要冒着被警察抓捕的风险来扶你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要不是他撞的我，他干嘛扶我呀？对，就是他撞的我爸。请保持肃静。审判长，我方请求出示一份警方记录仪的视频。可以。案发当晚，警方先是在闹市区追捕嫌疑人，等赶到仁爱巷的时候，记录仪的视频只拍到了这个画面。当时现场的情况非常混乱，巷子很黑，一个有健康视力的年轻人也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，更何况一个老年人。我能看清，我认得他的衣服，他穿的是连帽外套，还戴个帽子。请放第2段视频。这是出警记录仪记录到当晚警方在闹市区追捕嫌疑人的视频。这是案发当天赵良被捕的照片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其中一个正在逃跑的嫌疑人，他和赵良一样穿着帽衫，而他们的体型和年龄都非常接近。当时仁爱巷的光线很暗，依此推断，我们有理由怀疑证人有看混2人的可能性。证人退席。辩护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被告人拘捕至今已经经历了多次的问询，但依然处在一种被追问、被误解的恐惧中。所以我们希望赵良可以公开完整的陈述案发经过。审判长，我方请求再和被告说2句。允许。赵良，向法庭把事实说清楚，相信我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巷子里走，巷子很黑，我身后突然来了3个人，把老人撞倒了，然后他们3个全都跑了。我去扶老人，老人一把把我给抓住，等警察来了，就把我给抓了。公诉人发表意见。被告人刚才的陈述与向公安机关进行的供述并不相符，并且该陈述并不能成为证实被告人没有进行犯罪行为的证据。仅依靠被告人之前的供述，同样也无法认证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。无罪需要证据，有罪同样也需要。给一个人定罪，不能太偏信有罪证据，而忽略了无罪的可能。我们要遵从法律，信仰法治。今天法庭给被告人一个说出了另一种可能性的机会，同时我也希望法庭可以给赵良一个公正的判决。要不是您，我们根本就说不清楚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
对不起啊，我们不接受采访。徐老师您好，您是？这位是梅先生向您推荐的罗英子律师。梅先生的关门弟子罗英子律师。幸会。徐老师您好。梅先生之前跟我说把我们所推荐加入到您的团队的时候，我当时还有点懵，也不太了解情况。不过刚才我在这儿看了您这个庭上的辩护，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加入您的团队的话，那真的是太开心了。您在那庭上真的说的太精彩了。关于合作的事情，除了梅先生向我推荐你们所之外，还有几个所也向我们表达了合作的意愿。我会认真考虑这件事情，然后做出选择的。理解，那太理解了。我也是光图自己高兴了。您就先忙，我不打扰了，我就先走了。我等您消息。罗律师。周五我有一个如何和聋哑人沟通普法的公益活动。如果你和你的同事有时间、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看看。那太好了，那我就跟张律师联系了。没问题。徐老师，再见。希望周五见。再见。再见，罗律师。徐律师。必须把你拿下。你是说我们有可能参与案值达10几亿的破产案件，管理人费用1000万以上？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是真的，梅先生推荐的咱们，但是啊，不是咱一家做，是咱跟着人家别的团队一起做。就是说，人家吃肉，咱喝汤呗。不过呢，这喝汤也分浓淡，对吧？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？哼，咱不会是加入方力宏团队吧？要真是我看不起你啊。不过看在条件优厚、数额巨大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。怎么可能啊？老娘可是贫贱不能移。许卓的卓越所听过吗？许卓这人，谁？许卓呀，你听说过？我何止是听过呀！哎，我还上过徐老师的课呢。那我们能跟他一起工作了，是不是？秋姐，你掐我一下，是不是真的？别晃了，别晃了！哎，你至于的吗？人家还没让咱们跟他一起工作呢，而且这一次人家还要考察别的所。你的徐老师呢，只是说他考虑一下，所以你也别高兴太早。罗姐，你一定要好好争取啊！这可是许卓啊，徐老师啊，我的偶像。我说秋华他怎么了？疯了！哎呀，我现在还忘不了他上的最后一堂课。我们做个假设，如果你的邻居杀了你的母亲，你会怎么做？报警！报复！你们这些说报复的，法学院是怎么录取你们的？好，那我们就假设一下，为了报复，你去杀了他的父亲，然后他又杀了你的哥哥，几个回合下来杀无可杀，他呢，把你的保姆也杀了，然后保姆一家也选择了复仇。从这个案例上来讲，司法体系建设的意义是什么？薛老师，麻烦您跟我出来一下。许卓，有人举报你涉嫌非法出版，请你和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给我几分钟，我把课讲完。一有八卦，你们都来精神了哈。好，我们继续，回到这个问题：司法体系建设的意义是什么？一，惩罚罪犯；二，维护秩序。关键是第三，克制一个人去复仇的冲动，遏制冤冤相报，并且建立起一种秩序，避免个人以私利
去惩罚犯罪者，而达成正义，并且要求我们必须坚守通过程序推导，在程序里贯彻的正义。只有这样，正义才能走得更远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这么说，他还真是个好老师哈。我听说他进过2次看守所呢，能好哪儿去？秋姐，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偶像。他是进去过2次不假，但是法院每次都判的无罪。有没有罪，咱可真不知道啊。不过在我看来，这个案子8字还没一撇，咱们又是刚成立的小律所，人家凭什么看上咱们呀？我劝你们不要抱太大希望，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周姐，你一定要好好争取，求你了。不过今天我去旁听了一个他为聋哑人做的辩护，然后从法院出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这周5他要在聋人学校办一个公益活动，邀请咱们参加。我就觉得这应该对咱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，所以咱应该去吧。那当然得去了。哎，我还能要张签名呢。秋华，你觉得呢？我对他这个人不太感冒，但是这么大的案子，咱们要是能争取下来，也是不错的。那咱就去吧啊！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乘胜追击。来，太好了！来了就看见3位美女，心情一下就好了。用不用这么卷呢？啊，来酒吧就好好喝酒呗，桌子上还放个电脑，讨论案情啊。这是要把法律的元首伸向谁呀？不是你从哪儿流窜出来的呀？吓人玩意儿！谁流窜出来的？我光明正大从门那走进来的，是你们做贼心虚吧？密谋什么？密谋什么跟你有关系吗？瞎说，电脑收好。你不会是良城所派来的探子吧？来探取我们的商业机密？就你那点小破案，谁要探听啊？别呀，我一来怎么气氛这么沉闷呢？说个有意义的事儿啊！周5我要去养老院做义工，如此有正能量的事儿，3位美女不能拒绝吧？一起去吧。义工，无利不洗澡。哎，你不会是看上人养老院哪个有钱老太太了吧？想惦记人家的养老金啊？对我的印象怎么如此刻板呢？啊，不行你就跟我去看看，看看我是不是惦记人家养老金。咱用事实说话行不行？你惦记不惦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再说我们也不感兴趣，周5还有事儿。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我们去许哲老师那个。已经说出来了，许卓嘛，哪个许卓呀？是不是我认识那个？就是什么会2门语言，除了汉语还来一个那个。是他啊，就他。陈叔，你拿个镜子照照自己的样子啊，什么气度呀？我怎么了？再说这酒吧这么大，你就非得坐我们旁边啊？喜欢坐这儿。你赶紧换个地儿坐。说变脸就变脸，知不知道什么意思？法官，你们都是学法律律师，法官。慢慢不错。秋丽，哎，拜拜。这结了婚了还是一张扑克脸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我不吓人玩意儿吗？得不辱使命啊！啊，一杯 whisky。好的，定了啊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！还说，你该说说这徐老师。徐老师是我见过最有智慧、最有正义感的男人。小点声。然后，我之前去上课的时候，我都是第一个到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徐老师每次会早到很多。我要是第一个到呢，我就能跟徐老师多聊2句天，可以问他几个问题。聊徐老师。唉，徐老师真是有风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来了。徐老师。罗律师，谢谢你们。您客气，我跟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邱华，邱律师是我们所的创始合伙人。你好，邱律师你好，也是梅先生的学生。哦，我不是。这位是徐老师，我是夏舒，我上过您的课，您还记得我吗？你好。我能跟您合张影吗？夏舒，你没问题，拜拜。拍下，拍下。我拍不好，你给他拍吧。我也不会使，这怎么用啊？点这。
啊，好了，来，小叔回来吧。哎，徐老师，我们想跟您聊聊关于万和的这个案子，您看您现在方便吗？没问题，那边聊吧。啊，好，太好了，谢谢。你一会儿给我签张名吧，是不是？关于这个案子，大家没什么可说的了吧？我们势在必得。看看其他参与竞争的几个所，跟我们完全没有可比性。万一我们败了，那真的是我们的耻辱。我看过其他几个所，确实啊，和我们形不成竞争。但有一个人呐，不可小觑啊。你说的许卓？许卓的卓越所虽然比较小，但是他本人我们是了解的，杀伐决断，毫不留情。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，本案的执行法官曾经主持过他第2个案子的审理，亲自判过他无罪。当然了，我们没有证据说因此这位法官就会偏袒他，但肯定对他印象深刻。这么大一个案子，咱们所要是吃下去的话，那别的案子还办不办了？要不咱就拉着许卓的卓越所联合参与竞争选任呗。坚决不考虑。这一次的竞标，我们一定要打败所有的对手。不光是因为这个案子的案值大，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么就不参与，要参与必须赢。这一次呢，还是由陶正来组这个班子。陶正律师，所里的全部律师由你调遣，没有条件可讲。好。徐老师，这是我们曾经办的几个案子里面的，其中一个是专利诉讼案。涉及到2位3通电磁阀等非常专业的知识。在这个之前呢，我跟秋华邱律师，我们对电器元件这方面知识完全一窍不通的。不过后来通过我们的努力，还是得到了这个案子。我的意思其实想说，关于破产方面的案子，我们确实也没做过，但是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，是吧，秋华？对。我们从良成所出来以后，专利案的董总来找过我们几趟，一直想把委托从良成所拿出来交给我们继续做，也请您相信我们的能力。我不怀疑你们的能力，但做管理人，尤其像万和这种大公司的破产管理人，这过程很复杂、很艰苦。对于选择合作伙伴，我们必须慎重考虑。我得为各方的权利负责。特别理解，我们所呢很年轻，虽然还没有管理人的资质，但是如果徐老师您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跟您多学习，那我们也愿意出让一部分利益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，徐老师那边的采访准备好了。你们的意思呢，我已经了解了。不管最终什么结果，我会尽快的通知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的来。徐老师再见。谢谢，再见。徐老师再见。那走吧，走吧。你这皮还要吗？那要啊，这创业阶段都是花钱的。你还知道是创业阶段呀？创业阶段你还要给人家让利？哎呀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娃了。夏叔，你眼睛长人身上了。坐坐。但最终还是为了俩人发声，为了俩人普法。那还没上映呢。上映。聊得挺好，然后要看电影一起，确实。他们挺艳丽的，今天啊，不行啊，可以。哎，那个大道会计师事务所合同到了没？我看了那合同，委托费还挺多的，第一笔要付70%呢。这不就一分价钱一分货吗？这肯定是比老韩介绍那不靠谱的公司强啊！韩律师，1分钱也不掏。哎呀，这钱永远都赚不完，年轻人要那么计较吗？再说了，你以为所里边派韩律师过来，真是跟我一起代理这案子？那你还跟他玩？玩？为什么不玩啊？韩律师多有趣儿，我喜欢他，跟他在一起有乐子。全都是合伙人啊！开什么会呢？不知道。一问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跟人在那聊天儿。我就知道，只要是好事就是好政。咱们所这么搞，早晚得完。案子没分你，也没分你呀。哎，律师，你这有名山的案子，20%那大气点行不行？你那也是画大饼，看得见吃不着。你看看能不能吃得着？哼，哎，好久没好好聊过天了，找空喝一顿吧。我
这不是看陈律师刚接了大案子吗？我怕耽误到您。您现在都这身份了。哎，我什么身份？我什么身份？你捧杀我呀你？我是说，现在再去大排档不合适。那你就是想去好地儿呗？你点行不行？我去，就这笑。哎，刚刚我看那么多合伙人，全呱呱就这么下来了，开什么会议呢？你不知道？我刚回来。咱们所要竞争一个大案子，万和集团的破产清算案。非拆呀，那是，那肯定很多律所都惦记着呢。所以啊，今天咱们所所有有能力的合伙人都来了。哦。但据我的打听，哎，能跟咱们所称得上的对手，只有一个，卓越所。其他的都是没跑，没戏。哎，这你就不懂。一般这种情况呢，很多小律所就是联合起来竞争选任，其实蛮有竞争力的。是吗？当然了。哎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所？卓越所。卓越所。他们的老板叫许卓。我们去许哲老师那说。哦，听说进去过2次啊，还离了3次婚，不能吧？全行业都知道。哎，哥，咱什么时候吃去？你安排，我掏钱啊。这案子我查了，现在有好几家律所都在竞争，卓越所只是其中一家，而且还是最小的一家。卓越所还小啊？所以我猜这也是他们想请外援的原因。还有一家律所，你太熟悉了。那我太熟悉了，那你们肯定也都熟悉吧？夏叔谁啊？良辰所啊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也别抱太大希望。就算许卓想用咱们也不一定能竞争得过别人。反正咱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，尽人事听天命吧。那咱们还是得再争取争取啊！我这今天签名都没要到。夏叔。夏律师，你能不能有一点做律师的样子？今天我要是不拦着你，都要生扑人家了。人家有家有室的，你合适吗？哎，你别乱说啊！徐老师现在应该还是单身。啊，这么大岁数了还单着呢？结果就是离了，准确来说呢是离了3次。哟，3次啊，够钱呢。那离1次给分多少啊？渣男，海王吧。海王八还行？不是，海王八不是啊！你们听我说，我在新闻上看到的，这个徐老师呢，之前有过3任太太，这前2任呢，都是他在进看守所的时候跟他提出了离婚。人徐老师出来以后，对2位前妻毫无抱怨，而且东山再起之后，还给前妻进行经济上的补偿和资助，说是为了弥补他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受到过的惊吓和伤害。2位太太每每提起徐老师，也是各种的留恋和遗憾。遗憾呐，我看来没分够钱啊。后来呢，他有了第3位太太，也是很美满的。那不最后还是离了吗？他对第3位太太也表达了祝福和道歉，说是跟他在一起受苦了，不要太痴情哦。你怕不是对痴情有什么误解吧？那反正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罗姐，一会儿前面那个路口把我放下来呗，我约了个朋友。朋友啊？女朋友还是女性长辈？我也没说是男的呀。要看来不是男朋友的话，我们也对你表示遗憾，不舍。我才不需要男人，还是嫩了，瞎说啊。这话说早了。找我。那个万和的案子你怎么看？不是说过吗？势在必得。目前参加竞争的律所当中，许卓的卓越所是最大的竞争对手。再加上主持的法官就是当年判他第2个案子无罪的那个法官，从印象上来说，肯定比我们要好，要深刻。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利。他们所毕竟小，吃不下那么大案子。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找外援来扩大他的团队。
那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从开始就要想办法，把许卓的团队、他的律所排除在我们的竞争对手之外。怎么可能？法院是公开报名的，那人家要报名，咱怎么拦？意思就是说，法院已经发了公告，主持的法官换不了了呗？当然。其实，当年呢，这个主持法官判许卓第2个案子无罪的时候啊，争议还是挺大的。到现在提起来啊，大家有的还挺愤愤不平的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想想办法。现在你也知道，法院对这个廉政建设抓的还是挺严的。我相信法官也知道怎么避嫌，是吧？徐老师，方圆所的条件真是太过分了，他们的规模是比咱们大，在利益上，我觉得可以适当让步，但他们不能逼您把管理团队负责人的位置让出来。徐老师，在这件事上，您千万不能让步。我们可以说，法院的竞争选任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换人已经来不及了。他们所那个姜律师的性格，您是知道的，不是甘居人下的人，一旦选了他，不一定摆出来什么架子的。要不，我们找伟鹏所再谈谈。找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？哦，仗着还有其他所找他们，上来就跟咱们要60%的分成，这不明显没给徐老师面子。方圆所、伟鹏所都不行，那我们还能找谁谈呢？小张，哎，帮我去查一些案子的资料，就是罗英泽、肖华办过的所有案子，尽量详细。好，我回去就找。啊，我刚到这门口，右边。夏叔，哎，张楠姐，哎呦，好久不见您了。你还好吗？嗯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没多久。哎，你都变样了，都成熟了。快，先坐下。嗯，谢谢。你父亲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前几天提起公诉了，律师说，可能要判10年以上。我就是学法律的，法条背得滚瓜烂熟。我爸出了事儿，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。把你父亲的案子交给最有能力的律师去处理，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。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心里也踏实多了。张兰姐，您这次回国是？我是回来探亲的，毕竟我父母年纪大了，所以只有我往回跑。我今天找你呢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家呢和新城矿业集团的郝总是世交，我在他们公司有股份，出国前呢我变卖了一部分，现在手里还剩2%，就算是他们公司的小股东吧。今天找你来呢，是因为郝总的儿子遇到了一些法律上的问题，所以我想请你帮忙。谢谢你。他遇到什么问题了？郝总呢有个儿子叫郝磊，跟你差不多。只不过不同的是，他的父亲是个商人，有一个矿山，还有一个矿业机械厂，就算是个富豪吧。这郝磊呢，因为是个富2代，所以就特别贪玩，不好好学习。后来他父亲就把他送到国外去读书了。那确实跟我有点像。我们2家一直都有生意上的往来。郝磊呢，也是我从小看大的。所以他出国以后呢，他父亲就把他托付给了我，住在我们家里。他这些年在国外啊，过得特别的潇洒。我想大概率他会混一辈子吧。可是没想到，他父亲突然去世了。回来了，下来。你爸走得很突然，
我没受什么罪，走得很安详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郝磊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，他大伯和三叔就已经对他的命运做出了安排。郝总死了以后，2个兄弟想抢班夺权了。没错，他这2个兄弟啊，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，这眼界、能力和格局都差得很多。突然间有这么一大笔资产交到他们手里，他们能没有歪心思吗？小磊啊，等你爸的这个后事都弄完了，你还是回美国，继续念你的书啊。那个，你爸生前最大的愿望，那就是希望我们郝家呢能出一个大学生，是吧？逆天改命。哎，对，这样，你爸知道了也会很高兴的啊，是不是？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，啊，大学毕业了，你还可以读硕士，啊，博士，还有什么博士后，啊，你念到哪一步，我和你叔呢就供到哪一步，钱不是问题。小磊，你放心，一切都和你爸在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弟妹，你也放心，等你身体稍微好一点了，我们在山明水秀的地方给你买栋别墅，啊。再雇上几个人好好照顾你。小磊呢，你就在那边踏踏实实读书。郝磊就算再不懂事，他也听明白了。他大伯跟三叔的意思就是，以后这份家业就是他们的，郝磊和他母亲就由他们来供养。所以郝磊就决定留在国内，不回去了。你大伯小叔已经提出要收购我和另外3个小股东的股权，他们俩现在手里已经各自持有20%，要是再加上我和另外3个小股东的11%，这不是明摆着想当控股股东吗？这是要替我出局啊！另外3个小股东呢，除了杨总、马总，还有就是你张兰姐，股权转让的协议都拿过来了，这事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我爸的股份，他们要怎么处置啊？他们没跟你说。可你大伯跟我说是，由他们来替你代持啊。杨叔，我不打算回美国了。我爸不在了，但他的产业不能没人继承。我回来接他的班干。您也别走了，我和您的股份加在一起有49%，我们再拉拢一个股东，公司就还是我们说了算。你想当董事长？是。你办这一摊儿，可不是那么好接的。不好接也得接，只要您帮我，我不怕。小磊啊，我跟你爸呢，也甘苦与共了10几年。于情于理，我都不应该不答应你。但是，商场如战场，私人感情固然重要，但是这个公司更重要。你能挑起来吗？只要有您支持我，我有信心。哎，信心可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只要在股东会之前，你要是能把这个公司撑下来，还能拉拢到其他股东，那我就跟你绑在一起干。行。虽然郝磊算是我半个弟弟，但是将来如果我把股权卖给他，我也是要明算账的。一方面呢，我担心如果我把股权给他，他会给我赔个精光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也想看看，在这3个月里面，他到底能做出点什么来。新城矿业看似评估总价很高，采矿权、探矿权加上各种设备得有10几个亿，可是关键是能不能变现，不能变现就一文不值。你看得很清楚，公司这么多年就是靠郝总一个人撑下来的，
现在他去世了，公司的业务停滞不前，很多老客户呢都趁机改换了门庭。郝磊就是再不懂事，他也知道开展公司业务和稳定军心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他就是个纨绔子弟，他哪懂什么业务呀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急忙就卖了几批矿山的设备。没想到的是，货发出去了，可是货款一家公司都没有收到。原本就是风雨飘摇的公司，现在变得雪上加霜了。他大伯和三叔啊，本来是不吭声的，现在看他犯下错误，就趁机发难，说他没有能力主持大政，逼他交权。我爸刚出事那会儿，原来那些依靠他的人，躲得比谁都远。所以郝磊现在当务之急，就是尽快把自己一手造成的烂摊子赶紧收拾好，那些货款能要回来就赶紧要回来，这样的话，他才可以在梁叔以及他大伯、三叔还有众人面前来证明他自己。所以他现在非常需要一个能在短时间内就帮上他的人。他来找我，希望我帮他推荐几个律师，我就推荐了你。我能帮他什么呢？我当然希望你可以做他公司的法律顾问，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帮他要账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。雨怎么迷上了眼睛？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，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